你们想要我的命，那就一起陪我。儿啊，娘的儿啊！他们怎么敢？前一刻还在跟人同归于尽，这一刻就成了别人怀里的女儿。这具身子，魂还没接吻，怎么敢把我瑞王府的小姐偷换走？那家人怎么那么狠的心，让你给他们当牛做马，活生生搓磨了你14年？娘，您先住口，哭这半天，能哭回我这14年吗？您是堂堂王妃，自己的孩子都能被人抱走，身边伺候的养着是做什么用的？姐姐，你别这么说娘，娘也不想这样的，娘已经够伤心了，你还要往娘的伤口上撒盐吗？齐平乐，一个鸠占鹊石的冒牌货，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那些失职的下人怎么办？全部杖毙！那倒不至于，一死了之太便宜他们，全罚去做苦工就是。这身子白遭了14年的罪，几条命就想抵清，做什么春秋大梦？不可！娘，我是为了王府好，若是让外头知道咱们这般苛待下人，还不知要怎么编排咱们王府。你是怕王府的名声，还是怕自己的话被驳了，心里不甘？你在说什么？那些人该罚。你既这么向着这些下人，那就一道去吧。这些日子你也下去做工，省得在这儿碍我的眼。娘，女儿陪了您14年，您就看着我被赶去做苦工吗？玉儿说的，就这么办，带下去。齐之玉，今日这一巴掌，这身苦功，我齐平乐都给你记着。这瑞王府的千金本就该是我的。罚他下去做工，倒便宜他了。这鸠占鹊巢的，留在府里一天都碍眼，该彻底料理干净。我回来了，他怎么办？玉儿，你说。我说什么，您都依我。没问题。好，把他赶出瑞王府，把他押回来。既要赶，就当着众人的面赶干净。娘，女儿陪了您14年，您舍得吗？瑞王府的东西，他一样都不许带走，身上的绫罗绸缎、珠宝首饰全留下，给他换一身粗布衣裳，赶出去。娘，您真的要把女儿赶走吗？还愣着做什么？给齐平乐换衣裳，赶出去。玉儿，你还满意吗？满意的，娘。我的儿！娘，咱不用这么热情，我这人受不住这般腻味。好，好，都听玉儿的。娘，这些年您过得不太顺吧？傻孩子，说什么胡话！你爹是陛下嫡长子，身份尊贵，连个妾室通房都没有，娘怎么会过得不顺？娘，我既然认了你，就不会再让你受欺负。你这孩子，在外头吃了那么多苦，怎么半个字都不肯跟娘提？活了那么久，杀过那么多人，这还是头一回有人为了我哭，心里竟有点暖。谁把齐平乐给赶出去的？我？怎的？你有意见？竟然是你！哈哈哈，干得好，不愧是我妹！哈哈，做事就是干脆利落，这才是我齐家人的风格。我把齐平乐赶出去，你不气？她可是当了你14年的妹妹。那又怎么了？他一家子害了你整整14年，你才是我亲妹。知道妹妹回来，你拖到这会儿才过来，像什么话？娘，这可不怪我，要怪大哥。大哥明明给妹妹备了礼物，非让我转交，他自己不肯出来见妹妹。我去找他，连院门都不让我进。大哥的腿伤很重，御医都没法子。王妃，出事了！何事如此惊慌？李嬷嬷带着人
堵在世子爷的院门口，哭求。没规矩的东西！二哥，这李嬷嬷是什么来头？李嬷嬷是齐平乐的奶嬷嬷。哼，以前大哥对齐平乐那是有求必应。娘，咱们过去看看。李嬷嬷真是胆大包天，敢去打扰大哥清醒。世子爷，世子爷呀！又是一出，这一府的病灶远不止娘一个。李嬷嬷，你干什么？王妃，老奴是心疼小姐呀，小姐一文钱都没有，就这么被赶出去了。小姐一个人吃什么喝什么，今晚在哪儿过夜？万一遇上了坏人，可怎么办？李嬷嬷跟府里签的是死契吗？既是死契，这般以下犯上，当众拿捏主子，留他何用？处置了便是。至于主子不听话的奴才，留着做什么？处置由我，我只看这一遭谁拎得清。王妃饶命啊！老奴一直尽心尽力。主子的决定，轮得到你在这里刮噪？这些人一起处置了。你不能杀我！不能。世子爷，世子爷，救命啊！吵！还都傻站着干什么？把人拿下！全都处置了。住手！坐着轮椅也无损半分风采，这个大哥还行。陈儿，这李嬷嬷以下犯上，确实该死。那也不能杀他。哥，你什么意思？你帮着那假货欺负咱亲妹妹？二哥别急，大哥那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他们也是户主。世子爷说的是，老奴就是心疼小姐。世子爷，您可千万别被小人蒙蔽了。发卖了，跟牙行说清楚，他们为何被发卖，不敬主子，以下犯上。世子爷，您还不如干脆要了老奴的命。还等什么？压下去！是李嬷嬷，是李嬷嬷叫我们来的。今日我才知道，原来李嬷嬷是你们的主子。还得是大哥。这么一来，外人只会知道那些家伙是被主该罚，谁也编排不到咱妹妹头上。妹，真让你说成了，他还有脸来这里赌爹？王府千金，这样的高贵身份，不是人人都能轻易放下的。妹啊，我咋感觉你不是很在意呢？他开始表演了。爹，恕女儿不孝，以后无法在您跟前侍奉，还请爹爹多多保重身体。女儿愿爹爹喜乐安康。妹啊，你有没有觉得他说话哪里怪怪的？以退为进，想让爹问问他为何如此。他跑来赌爹，不就是想让爹带他回去，留在府里吗？那他为啥不直说？直说了，不显得他贪恋王府的荣华富贵。他摆出一副要走的样子，就等着爹舍不得，非把他留下。这样他还落个不慕荣华的好名声。这心眼子绕得我脑仁疼。我能理解，并不代表有人可以动我的东西。爹，你别犯糊涂。你怎么在这里？这个问题不重要。爹，这才是我亲妹妹，你亲女儿。二哥，我知道自己身份卑微，不配当你的妹妹。我来只是想跟爹告个别，14年的父女情我割舍不下，我真没别的意思。你不就是跑来跟爹告状，说我们把你赶出去了？你就是想让爹觉得是我妹回来容不下你，才把你撵走的，好叫爹觉得我妹心胸狭隘。二哥，你怎么能这么想我？我哪句话不是真心的？齐平乐，14年的父女情，你割舍不下。是，爹，女儿舍不得爹娘还有兄长。你在享受这份割舍不下的亲情时，本王的女儿在乡下当牛做马，被人搓磨。育儿仁慈，只是赶你出去，你尚不知足，还要在本王面前挑拨离间，这点心思真是上不了台面。以退为进这点雕虫小技，遇上真正拿主意的人，变成了笑话。这个家，我得替他们守好。玉儿，这个世界的家人
倒是不错。那些夺走他们气运的家伙，我会一一清算。爹，爹，你眼睛怎么红了？爹，你哭了？哎呦，您这是恼羞成怒啊！你个混账东西！月儿，回家。好。活了那么久，我以为再没什么能在心里头留下痕迹。可这个红着眼唤我玉儿的人，竟让我也想留下来，好好看看这个家。爹，二哥，你们就这么走了？他那点恨意，倒是浓得很，也好，留着他当个引子，正好把坏了这一家气运的人一个一个引出来。妹啊，头一回进宫，你这一点都不慌？慌什么？又不是没见过大场面。到了殿上，皇祖父问话，你慢着些应。齐之玉，是你一回来就把齐平乐给赶出去的？没错。你就这么容不下他？容不下。你可知道，你这样回答，让朕怎么想你？陛下如何想我，跟我有什么关系？放肆！你怎敢如此对你皇祖父说话？皇祖父，你说话的时候，旁人可以随便插嘴了？还是说太子已经迫不及待要行使他当皇上的权利了？父皇，儿臣绝无此意。齐之玉，瑞王，这笔账我迟早跟你们算，我跟你们没完。玉儿是吧？你这丫头模样随了你祖母，性子也像，就是瘦了些。孩子这些年你受苦了。确实过得很不好，多谢皇祖父。齐之玉，那些东西你怎么敢要？皇祖父，你以后赏赐的时候，先跟太子一家商量商量才好，不然他们该不高兴了。父皇，儿臣知罪。朕倒是不知道，朕赏赐个东西还需要东宫同意。齐荣瑶，你如今可以做朕的主了。皇祖父，是瑶儿错了。瑶儿也是心疼那些珍贵药材，想留给父皇滋补身体。为人子女，孝为先。一句话，既踩了我，又把齐荣瑶抬成孝顺女，倒是有两把刷子。原来如此，玉儿，你怎么看？我当笑话看。哦，怎么个笑话法？他们怎知？我不会把那些补品孝敬给皇祖父，皇祖父赏赐给我，我依旧可以再给皇祖父。你个聪明的丫头！更何况齐云瑶若真这么孝顺，为何不用自己手里的好东西来换那些药材？孝心是动动嘴皮子就空手套白狼，自己什么都不付出，借花献佛，还落个好名声。我今日算是见识到了太子家的行事风格，能成为太子，果然与众不同。皇祖父，我是建议你好好查一查，有些功劳到底是太子的，还是下面臣子的。被人冒领了功劳，长此以往，积怨颇深，不利于朝廷稳定。朝廷不稳，社稷不稳，社稷不稳，人心溃散，人心溃散，百姓遭殃，百姓活不下去，亡国不过弹指之间。父皇，儿臣绝无此意，儿臣绝没做过夺宫的事情。太子，你是储君，东宫也该好好管一管。你们退下吧。好孩子，来到皇祖父这边来。当年换孩子的人如何处置？杀！爹，放了他们，让他们跟齐平乐团圆，好歹也算瑞王府顾念跟齐平乐这么多年的亲情。你这丫头鬼灵精，比你爹强多了。在那乡下可吃过苦头？
往后都在皇祖父眼皮子底下，谁敢委屈你？皇祖父您是没瞧见，我这妹妹啊，回府头一天就把府里搅得天翻地覆，能耐着呢。这祖父待我和二哥都热络，偏偏对我爹话里话外都拧着，一股别扭劲儿。这父子俩怕是有旧账没清。齐之玉，方才我是太担心皇祖父的身体安康，才说话过急，我给你道歉。这是我最喜欢的头面，送给你，你原谅我好不好？妹啊，这丫头哪有这心结？是东宫怕方才御前事宜传出去难听，特叫她来当众认个错，好把事宜圆成孝心切呢。你的歉意我收到了，不过以后不要叫我齐之玉。玉儿皇姐。不对哦，以后你可以叫我陈安皇姐，或者是陈安郡主。郡主？你是郡主？你怎么可能是郡主？皇祖父封的。凭什么？凭什么封你陈安郡主？那你去问皇祖父啊。我这就去问，一定是皇祖父搞错了。妹啊，你这一句话，回头挨训的可不止他一个，连太子都得跟着倒霉。是他自己要去问的，关我什么事？怪了，这一家子心思都明白，是非也分得清，不是优柔寡断的人。爹是嫡长子，祖父虽没立他为储，可那份偏宠骗不了人。能算对手的太子一家，又弱成这样，这样一户人家，头顶的气运怎么会斑驳成那副样子？不出3年，这一家就要家破人亡，娘头一个遭殃。我看气运的眼力，断不会错。玉儿，怎么愣着？进府歇着去。这一家人不蠢，对手又弱，气运怎么就斑驳到不出3年要惨死？答案倒像是自己送上门来了。王爷，我家夫人让你过府一趟。二哥，这人谁啊？威远侯夫人的丫鬟。二哥，你这咬牙切齿的，是要吃人啊？他可是出事了。好，我这就去。王爷，咱们走吧。二哥，把爹给弄屋里去。嘿，这就给他扛走。哎，你们做什么？齐之玉，你什么意思？玉儿，你把他给杀了。我杀不得一个丫鬟。不是你杀不得一个丫鬟，是不能杀威远侯夫人的丫鬟。威远侯夫人是什么人？是我的庶妹，也是你爹的心爱之人。娘，我懂了，爹不是变了心，是有人把咱们瑞王府的气运悄悄偷走。那偷走的气运落到了威远侯夫人头上，爹一沾上他的事就发癫，就护着他，不是真心，是被那偷来的气运牵着走，身不由己。娘，你想想，是不是从那女人进了爹的眼，咱们家就1年不如1年？你是说，你爹他是被人下了邪术？差不多，要解开也不难，可不能动那女人一根头发。她死了，偷走的气运就散了，咱家也讨不回来，得让她当众身败名裂，把那点气运一滴一滴耗干净，爹才能醒过来。在原来那世界，我一掌就能把人镇压了，把气运抢回来。这世界没法修炼，那便换个法子，把他那点偷来的气运一点点耗干。好不容易有了个家，坏我家庭温暖的人，一个都留不得。娘，我爹是皇子，还是嫡长子，他连自己娶谁跟谁过都做不了主。不是，当年那门亲事，你爹并不反对，可只要一碰上威远侯夫人的事，他就像换了个人。自己的夫君惦着旁人，嫁了人的庶妹，这是把我的脸搁地上踩。我也想过成全他，可你爹就是不肯和离。
我连让他休了我都说了，他也不答应。这些年，我就像掉进一个永远爬不出来的泥潭，连条出路都没有。娘，是不是我爹平日里对你挺好的，那份情谊你也能真真切切感受得到？可只要威远侯夫人那头有什么事，我爹立马就变了个样。没错，他若是一点都不待见我，我也就死心了。偏偏好的不行，又在我最安稳的时候狠狠扎我一刀。这种来回折磨，比刀子还疼。爹的反常我已看明白了，根子在哪儿我也清楚，剩下的就是把这道结一寸一寸解开。我懂了。玉儿没事，这丫鬟是娘让人杀的，就算你爹回头气，也冲不到你身上。娘，我既然动了手，自然有我的道理。这丫鬟您别管，我来处理。您回屋歇着去。玉儿，娘，你让妹妹去处理。好，娘信你们。二哥派人给大哥送的信吧，不然大哥怎么会这会儿过来？你打算怎么办？大哥，先跟我说说情况。整个京城都知道，咱爹对威远侯夫人爱而不得，甚至纠缠她。堂堂瑞王，正宫嫡长子，偏说他对一个庶女爱而不得，还死缠着，满京城的人脑子是一块进水了。总之，外头都传父亲行事癫狂，暴虐成性，因此才失了储君之位，落得人人厌弃。大哥，有什么你直说。娘也因这桩事被传成善妒的刻薄毒妇，咱们瑞王府在京城的名声并不好。我还当是什么大事，不就是名声难听吗？这点烂账我替咱家擦得干净。把那丫鬟抬上担架，跟我走一趟。这名声从哪儿来，我便从哪儿给他讨回来。哟，在京城里这么鸣锣开道，是哪家这么气派，这么大的排场？那白布底下别是个死人吧？瑞王府这一大早的，是要去做什么？去，把门砸开。我的天，敢砸威远侯府的门，瑞王府的人这是疯了不成？什么人胆敢在威远侯府门前撒野？这小姑娘得什么来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我浑身的汗都下来了。这一身洗不掉的脏名，是从这道门里一盆一盆泼出来的。那我今日就亲自来这威远侯府门口，把他一笔一笔的讨回去，叫你们老夫人来见我。好歹我也是上过战场的人，凭什么被你一个小丫头使唤？我们老夫人岂是你说见就见的？杀了。杀得这么干脆，这不是把威远侯府的脸面摁在地上踩吗？这会儿啊，我都不知道该可怜威远侯府，还是该可怜瑞王府了。瑞王府好大的威风！姑娘面生，是瑞王府刚找回来的千金。正是。不愧是瑞王府的千金，威风凛凛，在我威远侯府门口杀我府里的人。门口，老夫人，我在我自己瑞王府里也杀了你们威远侯府的人。要说威风，谁也比不上你们威远侯府。一个丫鬟就敢跑到我瑞王府里，叫我爹过去见你们侯夫人。怎么，我爹其实不是瑞王，是个由着你们威远侯府丫鬟随便使唤的低等小厮。去，把夫人叫来。用的是叫，不是请。看来这老婆子比她那个儿媳还清醒些。是你让你的丫鬟去请瑞王的。魏老夫人，我替你纠正一句，不是请，是命令，颐指气使的命令。老夫人若是不信，大可去打听打听。那丫鬟当时就堵在我们瑞王府前院，宫门还开着，看见的人多着呢。你说，娘，儿媳就是想替养女问一句，瑞王府刚找回亲生女儿，怎
怎么转头就把养了14年的养女赶出了门？14年的情分，说断就断。难道瑞王府的人都是没心肝儿的不成？放肆！区区一个侯夫人，竟敢以下犯上！老夫人，威远侯府好大的威风啊！是老身管家无方。娘，齐之玉，你敢打我！掌嘴！齐小姐，你这有些过了。过，区区一个侯夫人，竟敢对本郡主出言不逊，掌嘴都算轻的。郡主，皇祖封亲封，陈安郡主。你们是想以下犯上？姐姐，求求你住手，放过魏夫人吧！你有什么不痛快，冲着我来就是了，何必牵连无辜？牵连无辜？怎的，老夫人？你家儿媳以下犯上，她无辜？不无辜，这是她该受的。听到了吗？老夫人都觉得她儿媳该打。好了，停吧。本郡主怎么也要给魏老夫人个面子。多谢郡主。不过呢，魏老夫人，以后你家中的人可是要好好的约束约束。一个有夫之妇，派个丫鬟去找别的男人，这是要干什么？哎，不是说瑞王一直缠着侯夫人吗？怎么听这话，反倒是侯夫人派丫鬟去找王爷的？这就有点不对味儿了。到底谁缠着谁呀？郡主，你不要误会侯夫人，侯夫人是知道我被赶出府，她想问问情况。我虽说是刚回来，但也听说我爹一直痴缠侯夫人。如今看来，这传言似乎有误啊！来来来，谁跟我说一说，我爹是怎么痴缠的，都做了什么事情？你们谁在何时何地亲眼看到过？这我还真没亲眼见过王爷做什么，这都是听旁人这么传的。对呀，光听人说，谁也没真瞧见过一回。王爷总是以一些我无法拒绝的名义送我东西，所以呢？这还不够？你以为我想收那些东西？还不是？这里不是我原来那个地方，不能一巴掌拍死他，忍着，忍着。你有没有想过，那些东西本来就是因为那些名义需要送的？魏夫人，自恋是种病，你最好找个好大夫看一看。我看你病得不轻。你说的那些事情，反正没人见到，具体怎么传出去的，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你这丫鬟去我瑞王府，指名道姓的要让我爹过去见你，这可是有人亲眼看到的。也是，我娘是嫡女，你不过是个庶女，想要面子，想压过自己嫡姐一头的小心思，我能理解。你休要血口喷人！住口！那些事情不谈也罢。不过齐平乐在王府住了14年，你们说赶就赶，你们怎么忍心？威远侯府宅心仁厚，本郡主十分佩服。那请魏老夫人替本郡主解个疑，若是有敌国细作罪臣家眷，不小心被你们威远侯府收留了，你们也会一直这么护着，是吧？绝无可能。我威远侯府虽说心善，可若知道救助之人身份有异，绝不会因为心软就包庇。是吗？那怎么能一样？当年抱错孩子的时候，齐平乐还只是个刚出生的婴孩，他何其无辜！罪臣之子很多也都还在娘堡里，抄家灭门的时候，难道就全留下了？你的意思是，律法还有历代的帝王都错了？侯夫人果然是大善。郡主，老身会好好教导他。老夫人明事理，如此，本郡主就不打扰了。当年我娘怀着身孕，是你非要请我娘去山中祈福，路上我娘的马车出了意外，这才在附近一户农家早产。我跟齐平乐就是那时候被那农户给偷换了。
魏夫人，你说怎么就这么巧呢？你们想想，这事儿是不是太巧了？可不是嘛！早产、偷换孩子，庄庄都赶在那位侯夫人邀王妃进山那一回。那这10几年，传瑞王痴缠她，怕是他自己往脸上贴金，自导自演的吧？一个庶出的，极度嫡姐，连人家亲生女儿都敢偷换，这心是有多毒？本郡主话撂这儿了，谁见过我爹痴缠他，谁出来对个质。没人见过，那这谣是从哪儿来的？各位心里有数了。憋了这么多年的窝囊气，今儿总算出了。往后谁还敢说咱们王爷痴染他？娘，我回来了。玉儿，你爹要是醒了，你别跟他犟。凡事有娘，还有你2个哥哥在。你爹那脾气犯过去也就过去了，你别往心里去。娘，我跟我爹好好谈谈，谈不拢的我才不跟他犟呢。大哥，把齐平乐那一家子送去威远侯府。好，我妹这一手真够绝的。妙啊！那威远侯夫人不是稀罕收留齐平乐吗？那就连他一家子一块收留了。我倒要瞧瞧，这回那位侯夫人还心善不心善。你们等着，我去看看爹。娘，妹妹是真猛啊！爹那脾气要是上来了，我还是得跟去看看。让妹妹自己跟你爹说。可你爹真要动手，不行，娘还是不放心。娘，让妹妹自己去，爹在妹妹手里怕是占不着便宜。爹，醒了就睁眼吧，喝口水。爹，你为什么喜欢威远侯夫人？大人的事情，小孩子不要问。爹，我从小到大的活法就一条，弱肉强食。回了这个家，我才头一回吃到有人惦记我的滋味。所以，谁想破坏我享受家庭温暖，我就除掉谁。你不才，女儿我略通拳脚。你跟谁学的武功？你才14，你怎么有了这么一身本事？是爹没保护好你。娘，我刚刚旁敲侧击了一下，好像爹那么重视威远侯夫人，完全是娘。因为我，玉儿，这都多少年的事儿了。娘要是真看错了，还能一连看错这么多年吗？娘，你看看爹以后做的事情再说。你也知道，爹这人不善言辞，没准就是误会一场呢。好，娘看看，往后的事儿，娘都听你的，慢慢看着再说。娘信我就好，爹那点笨嘴拙舌的，往后有我盯着呢。玉儿，你也累了一整日了，先回去歇着吧。那我回去了。娘也早些歇，茶凉了就别喝了。怎的？王爷不在府中，这瑞王府如今是你做主了。威远侯，见你还需要我爹出面？没错，今儿就我妹做主，怎么了？王府偌大的体面，让一个小丫头出来做主，你们瑞王府成何体统？威远侯，你还知道这是王府？王府如何做事，几时轮到你一个侯爷来指手画脚了？这威远侯府的威风果然够大。二哥，走，进宫。好，这就走。我倒要去问问皇祖父，是不是往后这皇子皇孙见了威远侯府的人，都得给3拜9叩。郡主，本侯并无此意，您可千万别误会。侯爷何必自谦？太子是侯爷的表弟，侯爷身份高贵也是应当的。毕竟往后这皇位是太子的，我们做晚辈的自然该识时务。郡主息怒，方才是臣鲁莽，臣失言了。鲁莽？侯爷这般鲁莽，还在朝中任着职，当真没问题吗？郡主，方才是臣的不是，还请郡主息怒。息不了一点怒。本郡主若是任由一个臣子欺到头上，本郡主不要面子，皇室难道也不要面子了？郡主，
你到底想如何？给个痛快话吧！让你夫人唐静柔对外承认，她是嫉妒我娘，虚荣心作祟，才对外编做出我爹痴缠她的假象。不可能！我这就让人备车，咱们进宫。不可！郡主可知你昨日大闹威远侯府，你姨母伤心成什么样了？郡主就不怕王爷知道了这些事，回头怪罪下来？威远侯果然是大气，自己的夫人被传的跟别的男人不清不楚，你倒还挺得意。郡主慎言。慎言什么？侯爷不就是靠着自己夫人做局，给自家捞好处吗？若不是这样，如今那东宫之主还会是那一位吗？别废话，要么去澄清，要么本郡主就去找皇祖父问问，侯府几时能跃到王府头上去了。郡主，你别欺人太甚。这一府人骑到我家头上多少年了，我爹惯着，我可惯不着。今日这个礼，本郡主就当着满府的人给他立明白。你一个丫头家竟敢动手！郡主，你这是干什么？放开我！干什么？自然是拖你到大门口，让满街的人都好好瞧瞧，咱们威远侯有多大的本事，拿自己的夫人去给人换好处。侯爷这买卖做的可真划算。好妹妹，扇得漂亮。开门。等下，慢着开门。我同意，我让他对外承认。等会儿，威远侯，你最好说话算话，让唐静柔出去说清楚。她是嫉妒我娘，虚荣心作祟，才造的我爹痴缠她那套谣言。你要是敢反悔，那就别怪本君主不客气。好，妹啊，你太牛了，痛快，实在是痛快！我活这么大，头一回见威远侯这么吃瘪，灰头土脸的夹着尾巴跑了。二哥，你们呐就把他们给惯坏了。不是我们惯着，是爹。爹不爱说话，你们做儿子的也不问，这一来去去，可不就误会一场了？爹这名声脏成这样，根子我清楚得很，可这真相说出去，谁受得住？倒不如我替他圆个体面，让旁人只当是一场误会。大哥，咱妹太厉害了，把威远侯拖着就往门外扇，那老货半点脾气都没有，灰头土脸夹着尾巴就跑了。咱妹倒是有手段，是吧？是吧？那些恶心人的流言蜚语，如今全成了对付威远侯府的利刃，太痛快了。我说的不是这个啊，那是哪个？你没发现咱爹从头到尾一直没出现吗？对啊，以前威远侯府的人一上门，咱爹早就头一个冲出去了，今儿怎么连个影子都没见着？去看看爹。好。爹，爹，我爹没在里头。在啊。王爷一早进了书房，这半天一直没出来过。爹，我们在外头叫了你这么多声，你怎么一声都不应啊？爹，你没事吧？没事。爹，你知道刚刚威远侯来了吗？妹啊，你方才说的那误会，到底是误会什么？啥？真的？爹这些日子多半已经悄悄找人去查娘当年在娘家过得怎么样了。爹要真是为了娘才对那唐静柔好，那他为啥不说呀？你觉得爹那闷葫芦会说什么？爹确实不爱说。就是嘛，所以啊，有些事情就是误会。妹啊，
那威远侯他真会按你说的去把娘内赃名澄清了？威远侯府对咱们瑞王府傲慢，是1天2天的事儿吗？那满京城的人知道这情况吗？知道。那不就得了？他要是不按我说的做，我就进宫去找皇祖父。皇祖父会管？皇祖父很心疼咱爹的。那以前皇祖父怎么不管？以前不还是咱爹自己纵容吗？皇祖父又气又心疼，这才懒得管。可是万一他先答应，回头又反悔呢？是不是？咱们等等看就成。反正他不按我说的做，我就把他卖妻求荣这事儿给他宣扬的满城皆知。这么多年，京城人全看在眼里，咱爹对那唐静柔有多痴缠，那不都是现成的人证？妹啊，还得是你，这脑子咋就这么好使呢？剩下的交给我。看来咱妹真没说错，这些年咱们是把爹给误会了。爹对那威远侯夫人纵容了这些年，却不想装的，却是看在娘的面子上，才一直由着。是吧是吧？爹那闷葫芦，心里有事儿也不爱往外说，咱们不问，可不就误会了这么些年？你想做什么？爹，我觉得太子并不适合那个位置，而且从一开始，皇祖父属意的本就是爹。你想多了，没可能了。爹甘心？没什么甘心不甘心的。瞧爹这样子，分明就是不甘心。本是皇祖父一手细心栽培，往后要继大统的人，偏偏一沾上唐静茹就乱了心神，净做些没头没脑的事。爹，你这是撞邪了。这些年没一个人瞧出来，只能说他们本事不够。你能看出来？看得出来，可爹你这本事，最好别叫外人知道。朝中臣子已经拥着太子，眼下若再生出个变数，这变数是最容易被人铲掉的。爹，你这是在担心我呀？你是我女儿，原来被人这样担着护着是这种滋味，挺奇妙的，倒也不赖。当年追随爹的那些人，如今怕是早寒了心，转头投太子去了。爹想没想过，往后皇祖父不在了，太子一登基，咱们一家子都得意外身亡。爹，你可是他眼里的钉子，肉里的刺。太子背后是不是还有能人？你当真对付得了他们？实在不行，就算了。我早就准备了最后脱身之计，假死隐姓埋名，也能活下去。爹，我是不会让家人受委屈的。郡主，外面，威远侯府的人又在外头闹上了。方才那一下，我身子里像住了俩人，拼了命的拉扯，多亏你按住了，不然我又要冲出去丢人现眼了。爹，我娘从前在娘家过得到底怎么样？查的还不细，只粗粗知道些。你娘在娘家过得并不好，唐家那些人太会装了，在我跟前总装作待她极好，是我的错。娘的事，回头爹细细说给我听。眼下先紧着这一桩，唐静柔造的那些谣，咱们对外认了，这步早铺好了路，剩下的就等进宫这一趟，把太子那个位子连根掀回来。娘，您先别冲动，这一闹起来，外头那些人又该说咱们王府刻薄恶毒了。开门。妹啊，让他们闹吧，闹过去就好了。闹过去就好了？这情况经常。开门。求求王爷，求求王妃，放过我家夫人！我家夫人不过就是心善，收留了王府被报错的小姐。瑞王府不能因为给郡主出气，就这么迁怒我家夫人啊！求郡主开恩啊！威远侯府的丫鬟，奴婢是。你胆子挺大。奴婢看不惯瑞王府仗势欺人，哪怕豁出去这条命，也要替威远侯府鸣不平。带你妹妹进去。娘，我能处理这种事儿，我熟。玉儿，妹，这事儿解释不清楚的。二哥，这回有人信的。郡主饶命！郡主饶命啊！秋儿。
没事吧？来人，快去叫大夫！叫大夫啊！王妃，你有什么不满，冲着我来就是了，为何要如此迁怒？唐静柔，你是看不见，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动手治他的人是我，你找我娘干什么？若不是有人授意，郡主又怎敢动手？败坏王府名声，本郡主一刀把他定在这儿，都算便宜他了。郡主，秋儿她也是为……别跟我说那些，我没时间跟你掰扯。方才威远侯到府上，我已经跟他把话说清楚了，看来他还是贼心不死，觉得你来这儿一哭一闹，就能把脏水泼我瑞王府身上。行，既然你们威远侯府不要脸，那咱们就直接来。二哥，带娘进去换衣服。哎，妹啊，换衣服干什么？进宫面圣，让陛下来断一断，孰是孰非。好嘞。齐之羽，你要干什么？看来你是在我家人面前嚣张惯了，本郡主的名字也是你能直呼的。郡主，你非要如此吗？你要……齐之羽，你干什么？疼！救命！救命啊！哎呦，别追了，追不上！这位郡主下手没轻没重的。我的天，刚找回来的郡主，当街把侯夫人拴在马喨头游街呀！这下威远侯府的脸面算是给撕得干干净净了，往后这两家怕是再无宁日喽。走，换衣服，进宫面圣。娘别怕，妹姬敢把事情闹这么大，心里准有底。这事到了皇祖父跟前，咱们终于能把这口憋了10几年的气讨回来了。齐之婉，你放了我！这瑞王府的郡主好大的力气，何人胆敢在威远侯府闹事？郡主，您这是？齐之友，你要干什么？齐之友，你放开我！侯爷，齐之友，你疯了，还不快放了我们！老夫人，你听到了，你这位好儿媳是怎么跟本郡主说话的？这老太婆倒比她那糊涂儿媳清醒些，她已经嗅到味儿了，知道躲不过，只能认栽。可惜晚了。老夫人，本郡主在宫中等你。好，老身随后便到。齐之友，你放开本侯！皇祖父，给他们松绑。还请陛下给臣做主。请陛下为臣妇做主。陈安，怎么回事？皇祖父，请文武百官进宫，我一次把话说清楚，省得3天2头为了这点破事没完没了的纠缠。宣百官入宫。陛下，瑞王还没有到。威远侯，王爷身子不适。陛下，此事关系到瑞王府与臣威远侯府，还是瑞王来了才能做主，不然最后这结果，有人不认怎么办？威远侯，你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郡主慎言！我哪句话说中了？陛下在此，谁敢不认？怎的，在你心里，陛下金口玉言说出来的话，臣子还能说不认就不认了？陛下，臣绝无此意。威远侯，你这是觉得刚才说错了？臣万死。起来吧，既然你没异议了，那就说一说到底怎么回事吧。陛下，臣府上的人几次3番被陈安郡主所杀，今日陈安郡主更是绑了微臣夫妇，一路拖行入宫。陛下，还请您为臣做主。陛下，陈安郡主如此肆意妄为，绝不能姑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陈安郡主目无法纪，还请陛下降罪。臣安罪是。瑞王府这处境，真是臭得不能再臭。这满朝大半都盼着我们倒，若哪上皇祖父不在了，太子登基，他们怕是当天就要请命。
灭我瑞王府满门。陈安，你怎么说？一个个争着替威远侯求命降罪。好，那本君主便把这3条人命一桩一桩摆到你们面前。皇祖父，我杀威远侯府的下人，无非就是因为他们以下犯上。我堂堂一个郡主，他们在我面前放肆，挑衅皇权，不该杀吗？第一个丫鬟跑到我们瑞王府，张口就让我爹去见唐静茹，换我爹跟换个小厮似的，路上行人都能作证。第二个侍卫，明知道我是瑞王府的人，我要见他们老夫人，他竟敢当面呵斥我。第三个丫鬟跑到我家门口造谣，污蔑我们瑞王府仗势欺人，我杀他们3人有何问题？魏远侯，陈安所言是否属实？陛下，陈安郡主这是迁怒，因为陈内人收留了瑞王府报错的女儿，郡主心有不甘，这才处处刁难陈一家。玉儿，魏老夫人，你怎么说？陛下，是臣妇教导无方，郡主杀了那几个以下犯上的奴才，理所应当。娘，住口！那日是唐氏的丫鬟冒犯了瑞王，被陈安郡主所杀，那是他罪有应得。家里的侍卫认得瑞王府的马车，还敢对郡主无礼，也是自找的，怨不得旁人。我让你去给郡主赔罪，你干什么去了？让唐氏的丫鬟跑到瑞王府门口哭诉瑞王府的人迁怒咱们威远侯府，这不是造谣污蔑是什么？怎么会这样？不是我们来讨公道的吗？这老婆子比他那糊涂儿子清醒得多，一进殿就闻见了血腥味，宁可自断一臂，也要把侯府从这泥潭里捞出去。老夫人明事理。这老夫人都这么说了，方才倒是我等冒失了。是啊，连始末都没问清，险些害郡主蒙冤，惭愧惭愧。瞧瞧，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妹妹还一个字没说呢，你们自己就先认了。威远侯府热闹得很呢。陛下，您听臣妇说，这事儿的起头全是因为瑞王把齐平乐赶出了王府。臣妇不过是可怜的孩子，想问一问情况，谁想到郡主竟怀恨在心，这才处处来针对臣妇一家。好，都到这会儿了，还甩得一手好锅。对，一切都是我的错。陛下，您听，郡主自己都承认了，是我让他的丫鬟以下犯上，把我爹当个小厮似的呼来喝去，是我让他不去找自家嫡姐，反倒去缠着痴恋他的姐夫，是我让他往我们家泼脏水，让满京城都觉得瑞王府是仗势欺人的恶霸。皇祖父，您瞧瞧，我可真是大错特错。唐氏，你给朕解释解释。我爹打小就被立为太子，娶的正妃，自然是好生教养出来的嫡出千金，怎么轮也轮不到一个庶出。再说样貌、才情、品行，你哪一样比得过我娘？不过到底还是有那么几样，我娘不如你。郡主，装可怜扮无辜假善良，这几样你倒是远胜我娘，尤其勾引男人的手段，我娘是自愧不如。郡主，嘴下留德。怎么，威远侯，你觉得本郡主说错了？你不觉得唐氏勾引男人的手段了得？那是本侯夫人魅力大，瑞王自己情难自贡，难不成还要怪到我夫人头上？威远侯，本郡主说的是你啊！你当年堂堂侯府世子，多少名门闺秀、嫡出千金你不娶，偏要娶一个庶出扶正的，这还不够说明你夫人的本事？胡说！唐氏一向恪守本分，从没有过半点越矩。恪守本分，那就是说你们成亲之前从没往来过？自然没有。那就奇怪了，我信各位大人府上的女儿也都恪守本分，可怎么威远侯当年谁家女儿都看不上，
偏偏就选上了唐静茹呢？各位大人替自家儿子挑媳妇的时候，挑的是嫡出千金，还是那庶出扶正的大小姐？如此，我就不得不多想一层了。当年我爹已与我娘成亲，又是东宫太子，而威远侯那会儿不过是侯府世子，娶了唐静柔之后，才一桩桩变故突生。比如说，我爹忽然痴缠唐静柔，对她爱而不得；比如说，我爹忽然行事之荒唐，仗势欺人；再比如说，我爹被废，如今的太子上了位。而如今这位太子嘛，这背后种种凑到一处，细思极恐啊。哦，对了，唐氏的娘当年也是我外祖母过世之后，从一个妾室扶成正妻的。不得不说，唐氏母女这运道都挺好的。陛下，臣绝无影射太子之意。各位不妨好好想一想，当年我父王是何等的经才断业，可如今太子办的这些差事，哪一桩不是我父王一让再让让出来的？是啊，当年王爷那般人物，怎么就一步步让到了今日？怎么就扯到太子储君上头去了？果然，权势动人心，皇位嘛，更是如此。郡主，您积点口德，可不能再往下说了。皇室也是要脸面的，这种话万万不敢摆到迎面上来呀。好家伙，平乐一个被赶出府的丫头，硬是让我妹给说成了太子盯着皇位的狼子野心。如此，朕倒是要问问太子了。去，把太子叫来。这一拜磕出的血，可比任何话都响。皇祖父的怒早就动了，废除这把刀已经架到他脖子上了，就差落下来这一下。太子啊，看来你对朕这个位置筹谋已久，最近是等不及了吗？父皇，儿臣惶恐。难怪了，太子的好女儿会跑去质疑朕册封陈安为郡主。原来太子早就部署好了，倒是朕不识趣，没尽早退位让贤，耽误了朕的好太子。父皇，儿臣知罪。陈安何事？皇祖父，我的父王冤啊！我父王宅心仁厚，爱护手足，为了家人一再退让，甚至扶自己的兄弟上位，到头来还要被人步步紧逼。皇祖父，我父王被人敲骨10岁，这是何其残忍！还请陛下为我们做主。皇祖父，好啊！看来这太子的位置捧得你是不知天高地厚了。来人，拟旨。陛下三思啊！太子看来是众望所归。陛下，臣有罪。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太子德不配位，怀觊觎之心，行逼宫之实，今废太子之位，降封吴王，即日监出东宫，钦此。吴王，接旨吧。儿臣谢恩。韦远侯，你家中该好好的管一管了，别让你父亲死不瞑目。臣领旨。好个臭丫头，朕真是小看她了。剑指太子，够狠够绝，不愧是我齐家的种。这丫头啊，比好些个皇子都拎得清。朕是真心疼她，也真心服她。母妃，母妃，
救命啊！本宫已经听说了，陛下只是废了你的太子位，又没贬你为庶民。只是……你慌什么？瑞王还不是也被废过？那怎么一样？瑞王是皇后所出。母妃，儿臣不是那个意思。你也没说错，我的身份就是不如皇后。母妃，陛下封你为王，不过是把你推到跟瑞王一样的位置。你眼下要做的就是好好表现，到时候这太子之位依旧是你的。可瑞王的母后，父皇念着当年的情分，也会偏袒他。那又如何？你当太子10几年，跟满朝的臣子利益早就捆在一根绳上了。他们就算从前拥护过瑞王，如今还敢拿自家的身家性命、子孙的前途去陪他赌一把吗？对，他拿什么跟我斗？母妃，儿臣以前是太过仁慈了。瑞王本就不该活着。好了，回去好好收拾东西，搬去王府。你握着一手好牌，怎么打都稳赢。记住，只要稳得住，不忤逆陛下，把你的本事亮出来，那个位置迟早还是你的。德妃不会放过你的。爹，看你这话说的，倒像是我打算放过他似的。月儿，你过得很难吧？奇怪，踩着尸山血海一路走上来，从没有谁问过我难不难。这具身子里那点叫暖的东西是从哪儿钻出来的？还行。是爹没保护好你。爹，以前那些事儿都过去了。爹，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你们还没回来那阵子，我就觉得身上那股奇怪的束缚轻了好多。他越是不好过，我就越不会被他牵着走。爹这些年身不由己，是因为唐静柔偷走了你的气运，你们两人的气运是连在一处的，此消必长。他那头耗得越狠，你这头就回得越多。往后跟威远侯府、跟朝堂上掰扯的事，那是爹跟大哥、二哥的差事，我只管对付那些寻常人对付不了的。唐静柔如今确实不好过了，她对我的影响，我自己能压住。爹，咱们要的不是能压住，是彻底摆脱。彻底摆脱？你还要接着对付唐静柔？都走了多少年了，还压着本宫的儿子！来人，给本宫好好盯着齐之羽，等着瞧吧。笑到最后的才是本宫。月儿，唐静柔那边，你打算怎么收拾她？她现在还是侯夫人，威远侯就算迁怒她，又能动得了她哪根筋？无非是钟馗的管理权被拿走，魏老夫人不待见她，威远侯对她不冷不热，这点苦头对她算个什么？你要杀了她？爹，你说什么呢？她是侯夫人，更是我娘的庶妹，我能动她？她那点好日子是偷咱们家的，偷来的，迟早得连本带利还回来。月儿，你这性子到底是怎么长成的？王爷，陛下宣您入宫。知道了。爹，皇祖父除了是皇上之外，还是你爹。儿子对爹其实不仅仅是君臣。除了是皇上，还是我爹。这丫头又话里有话。你倒是有个好女儿。陈安心思缜密，做事一环套一环。朕封了他陈安郡主，他转头就向朕讨见君不贵的特权。朕允了，他便借着齐荣瑶去算计太子，赶走齐平乐，又把威远侯府引出来。威远侯府与太子贴得那么近，太子那点谋权篡位的野心就这么露了出来。旁人都当他回来使小性子，容不下一个齐平乐。哪里想得到，这丫头从头到尾剑指的是东宫那把椅子。哼，齐平乐也好，唐静柔也罢，全是他手里的棋子。这份心计，这份筹谋，朕那几个老狐狸都得吓一跳。一个没脊背的小丫头，
给了朕好大一个惊喜。爹，你这是做什么？唐静柔收留齐平乐，威远侯咄咄逼人，齐荣瑶不忿他的郡主之位，这一桩桩是玉儿逼着他们去做的吗？是他们自己起的歹心，被他一一接住，扭了回去。爹，玉儿被人偷换，流落在外整整14年，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是受了多少苦，才长成今天这副心机深沉、滴水不漏的样子？还有她那一身出神入化的功夫，那是一朝一夕苦练得来的吗？她本该被儿子捧在手心里娇养着长大的啊！她到底经历了什么？那你就争气点儿，浪费了这么多年，别让他白白为你谋划。儿子不会让爹失望的。跟我有何关系？儿子当年察觉到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会受唐静柔影响，就开始一点点退出。那一步步退得稳，是爹在背后替儿子拖着底，儿子心里都明白，也是爹成全，让爹费心了。看你是为了江山社稷，朕不过是顺手成全你。不过如今可不是10多年前了。怕什么？儿子是爹一手教大的。混小子，这会儿也学会拍马屁了。起来起来，这么大的人了，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丢人！小时候在宫里，我常骑大马，10岁前累了走不动，都是爹背着我的。玉儿说的对，爹对我从来就不只是君臣。这又是你那个好女儿给你提的醒吧？这么大的人了，还没个小丫头聪慧，真是废物。那是我女儿，那还是我孙女呢，你得瑟个什么劲儿？女儿，我的。你都是我的。爹，我都多大了？再大也是我儿子！你给我站住，别跑！不跑那是傻子。人都跑出去了，朕还能追到宫门外去揍他？那臭小子不要脸，朕还要呢。这小子杀人有傻福，压在朕胸口这么多年的石头，今儿总算挪开了。来人，让那个逆子去皇后宫中反思1个时辰。陛下砸东西，瑞王脸色不好。看来这两父子是谈崩了。瑞王一进宫就跟陛下吵翻了，可见这父子的疙瘩没那么容易解开。只要瑞王心里对唐静柔那点痴心还没断，他就必输无疑。去给吴王送个信儿，唐静柔还有用。夫人，您可算醒了，快把药喝了吧。喝什么药？让我死了算了。都是齐之音那个丫头，要不是她，我这个年纪何至于落得满府的笑话？这口气我咽不下。怎么这么不小心？侯爷，都是妾身无能，让侯爷跟着丢脸，妾身愧对侯爷。与你无关，都是瑞王妃、陈安郡主咄咄逼人，他们胆子倒是大了，把瑞王强留在府里，这才得了空在陛下面前胡闹。瑞王不知道。哼，方才瑞王进了宫，跟陛下不欢而散，陛下罚他在皇后宫中反思1个时辰。瑞王也是顾念兄弟情分，不愿手足相残。全是陈安郡主一个人在那儿胡闹。陈安郡主刚被找回来，瑞王心里有愧，对他多番忍让也是常情。只是若他这般不识大体，闹得瑞王、吴王兄弟反目，朝堂动荡，动摇江山社稷，那他可就是千古罪人了。侯爷说的是，有瑞王那头压着，本侯倒要看看齐之于这回还能翻出什么花样来。瑞王自己不争气，今日这一出足够毁了他。王爷，你害得我好苦。你苦不苦，与本王有何关系？侯夫人，请回吧。救命啊！来人！有人调戏我家夫人！
老杨，怎么回事？大人，妾身好好的坐着马车赶路，却被瑞王拦下来调戏，还请大人救命啊！侯夫人，此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大人觉得我会用自毁名节来污蔑瑞王？大人若是不信，就请瑞王出来说一说，咱们当面对质。王爷，您看，大人，我们王爷并不在马车里。侯夫人这话实在是荒谬至极。王爷，你自己做过的事，自己不清楚吗？你平日里怎么对我痴缠，我都忍了，可你今日实在太过分，我再也不能忍了。王爷，还请您下满车一见。大人，我爹可不在马车里。侯夫人，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不可能？瑞王明明就在马车里。本郡主好好坐着马车出府办事回来，却被侯夫人在这巷子里拦了下来。她莫名其妙地说，让我爹别跟吴王争太子之位，不然就要毁了我爹。太子之位自古是有能者居之，当年我爹发现吴王对太子之位势在必得，看过他的能耐之后，才选择了退让。他信吴王继了大统，能让百姓安居乐业，又何必为争一个储君，白白消费国力？我爹看重的是亲情，江山安稳是社稷稳固。可有些人偏不是这么想的。大人，我可以走了吗？郡主请。戚之韵，你不能走，刚才明明是瑞王在里面，我还听到他说话了。证据呢？我的人都听到了。你也说了是你的人，再退一步讲，你说听见我爹在马车里说话，那是不是正好证明你先下了自己的马车，凑到我家马车边上来了？你不是最嫌我爹逢人就说他痴缠你吗？那你这会儿为何巴巴的下马车专程来见我爹？大人，劳烦您查一查，方才路上为何会有人闹事，把路堵死了。按理瑞王府的马车该走大路，怎会拐进这小巷？怎么就这么巧？我们遇上拥堵改走小路，可侯夫人，你为何放着大路不走，偏偏也走这条小巷？是真痴缠，还是有人故意做局？哼！齐之韵，你给我把话说清楚！你今天要是不说清楚，就踩着我的尸首过去！我绝不许你这么编排我！编排？侯夫人，这些年我爹为你做过什么？你尽管大大方方说出来。他变着法子给我送东西，处处照看我，这不是对我有心思是什么？那你有没有想过，我爹做这些，全因为你是我娘的亲妹妹。他吩咐底下人多照看你一些，是看在我娘的情分上。侯夫人，人家念着亲情待你好，不是你自作多情的本线。瑞王妃不就是这侯夫人的亲姐姐吗？人家王府好心照看她，她倒反咬一口。这不是白眼狼是什么？胡说！真要是这样，从前他怎么不出来澄清？澄清了，你脸上挂得住吗？让满京城都知道，你这般恬不知耻。我爹娘心软心善，念着这点子亲情，才让你一回回得了手。
白白替你背了这么久的黑锅。只可惜，到了我这儿，我不惯着你。像你这样不知好歹的所谓亲戚，不要也罢。走，谁要是敢拦，绕过去就是，别伤着人。哎，你敢！侯夫人，原来你也是怕死的，倒是会装。大人，你看到了？看到了。大人，就没有什么想做的？侯夫人的意思是说，让本官去追究夫人诬告瑞王一事。齐之隐当众羞辱我。侯夫人，这个本官判不了。侯夫人要是觉得郡主所言是污蔑，可以来报案。只要侯夫人拿出证据来，本官一定公平判决。证据？我哪还有什么证据？不行，我得让瑞王照旧对我百依百顺。这看在瑞王妃面子上是齐之音编的遮羞布，我得去把外祖父请来，叫我那好姐姐瞧瞧，谁才是这事儿说了算的人。怎样？怎样？金兆尹过去了吗？过去了。要不是二哥让人把金兆尹引过去，效果可没现在这么好。别人都说我是纨绔，那是他们没看出我的本事。走走，爹娘都在等着呢。娘，我回来了。爹这模样，还是把娘搁在心尖上的。王爷对他照顾有加，是因为我。娘，我爹这些年照顾侯夫人，原就是看在您这个嫡姐的面子上。是有些人自作多情，倒赖到我爹头上来了。王爷，靖文伯夫妇来了。爹娘，咱们去见一见。对，咱们去见见。下官见过瑞王、瑞王妃，世子郡主。二哥给你交个底，他们这一行礼啊，就是等着我爹去搀，好把自己供得高高的。今儿这礼怕是要白行喽。大哥，你瞧，这回没人去扶他了。靖文伯，不用多礼，坐吧。这回踢到铁板了吧？玉儿是吧？这么多年，你在外面受苦了，外祖父无能啊，没能早发现你被抱错了。我不是抱错，我是被偷换。至于你说的早些没发现，你如今这位夫人，应该听她女儿唐静柔说过这件事。玉儿，你误会了，你姨母绝对没做过这种事。是吗？那她为什么非要鼓动我快临盆的娘去给我过世的外祖母祈福？那是因为当时正好有位高僧云游到此，你姨母也是为了你母亲好。玉儿，你别误会你姨母，你姨母一直把你母亲当亲姐姐疼的。照你这么说，那唐静柔怎么还会误会？我爹照顾她是痴缠，而不是看在我娘的面子上多照顾她。是啊，侯夫人怎么就偏往那处想呢？玉儿，我知道这些年你受了很多苦，你要觉得是你姨母的错，那就是她的错。玉儿，只要你心里好受就成。我们怎样都行。既然你这么说了，那就让唐静柔去衙门投案。当年是她安排人偷换了我。玉儿，你这是要逼死你姨母啊！刚刚不是你说的，只要我好受，你们怎样都可以吗？那你方才那些话都是放空话哄我玩的，还是说你们就等着我大度，不追究了？大哥，你看，咱们一开口就是挖坑，他们还跳得这么利索。齐之玉，你敢打你外祖母！
我还头一回见上赶着挨打的。京城的风俗可真不一样。你放肆！哼，放肆？这话该我说。我可是堂堂郡主。你区区一个薄夫人，在我面前大放厥词，还想戏耍本郡主？我打你已经算轻的了。唐静柔装模作样的坑我爹，你们不拦着也就罢了，还在后头推波助澜。京城里那些我爹痴缠他的风言风语，你可别跟我说里头没有你们的手笔。玉儿，王爷，你就这么看着他打我？玉儿，这就是你的错了。家里这么多嬷嬷小厮你不用，非要自己动手。难道你不知道，你手打疼了，我跟你娘还有你2位兄长会心疼。王爷，您这是什么干净的东西？你竟然上我爹的身！你给我下去！干净东西！就算你这样让我爹变好了，我也不会承认你的。再不好，那也是我爹啊！疼！爹，你没被什么东西附身啊？蠢货！那能怪我吗？你以前一直都纵着他们。以前那是我觉得他们对你娘好，如今我才知道你娘在娘家受了多少委屈。他原来是这么想的。你们面慈心苦，嘴甜心狠，偏偏我夫人是个不爱诉苦的人，让我一直当你们是她真正的娘家人。也怪我太疏忽了，直到最近才查清楚你们这些年做下的那些恶心事。王爷，您这是在说什么？本王倒没想到，那些后宅里搓磨人的手段，靖文伯使得这么熟。王爷，这里头一定是有误会。是不是误会，本王还分得清。不是的，王爷，真的是误会。王爷，我们也知道自己身份卑微，攀不上王府这门高枝。王妃若是嫌弃我们，我们自己走就是，往后绝不再套进王府半步。可王爷，您不能这么当众羞辱我们呢！切，这是要把脏水往我娘身上引呢。那些虚的就不必说了，我就问你们一句，你们今天上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别跟我说你们不知道，唐静柔在大街上当着满街的人攀扯我爹，好一个自导自演的痴缠。我们过来不就是为了柔儿？晋文伯，你可不如你这位夫人聪明啊！不管你知不知道，你回去都该好好教一教唐静心怎么做人。你们那套绕弯子，想让我们瑞王府替你们托底的法子，往后不管用了。从前我爹他们处处忍让纵容，全是看在我娘的面子上。如今知道你们使阴招欺负我娘，还想得我们瑞王府的关照，做梦去吧！可算说到点子上了，我就说嘛，咱家凭啥替他们兜着？打出去！往后靖文伯府的人不许踏进瑞王府半步。慢走啊！以后这门槛您二雷可够不着了。以后再来瑞王府，见一次打一次。威远侯夫人，
当众污蔑我家王爷，你们还是非不非，逼着我们王爷认相。威远侯夫人的脸面是脸面，我们王爷的脸面就不是脸面了。以往我们王爷看在王妃的面子上，一再忍让，如今你们只顾着威远侯夫人，不管我们王妃。晋文伯，别忘了，我们王妃才是你嫡出的女儿，威远侯夫人不过是个庶女。也不知道晋文伯你是太宠妾室，不顾亡妻情谊，还是有人手段了得，把你给愚弄了。两头都没靠上，不行，我得赶快想办法。大哥，看你平日风光霁月的，原来这心也挺黑啊。是我失察，让你受苦了。你这么多年，我竟一直误会了你。该认的错我认，往后再不让你一个人闷着。爹娘的话，咱们就别杵这儿听了。原来爹都是为了娘，爹也真是的。这话为什么不早跟娘说？娘也是，早些把自己的不满说出来啊！我当初还想去找爹问清楚，娘一直压着我，不让我去问。大哥，你确定二哥出生的时候没报错？应该没有，而且他这容貌太像爹娘了。妹啊，我可是在府里出生的，不会弄错的，不会弄错。那就好。老二，你去陪陪你娘。是我疏忽了，下一任帝王人选能是什么好人？有些事情简单一些更好，况且我帮唐静柔也不是出自本心。爹，你查晋文伯他们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查出来一堆明着为我娘好，实则让我娘吃哑巴亏的事儿？这也算是一报还一报，也让他们尝尝有苦难言的滋味。玉儿，幸亏你回来了。天意吧。皇祖父是站在咱们这边的。皇祖父故意罚爹去反省，拖着时间，就是要等威远侯、唐静肉他们沉不住气。太子刚被废，他们一慌，最直接的法子就是把爹往死里踩。结果呢，唐静柔果然跳出来了，反杀是漂亮，可名声毁的不是爹，是他自己。那些大臣这些年跟吴王捆绑太深，爹，就算皇祖父站咱们这边，他也不能跟整个朝堂作对。吴王这人能力是真有，那帮老臣早跟他坐一条船了。爹的本事比他强，可他们认的不是本事，是吴王。那些慢慢解决。大哥，爹要当太子，有个致命的弱点，子嗣。爹可就3个孩子，还没有妾室通房，孩子少不打紧，可总得有个能接班传承的才行。对，这也正是他们日后会公驳爹的地方。爹登基要立储，老二没那个帝王心术，妹妹又是个姑娘。至于我，谁见过一个残废能当皇上？合着打从一开始，咱们这储君的位子就是输的。玉儿，对，玉儿，玉儿，只要我跟爹运作得当，你可以当女帝的。大哥，你再说一遍。虽说以前没这个先例，可妹妹她有这个能力啊。爹，咱们好好合计合计，到时候想法子让那帮人接受妹妹。若是有人不接受，那就换，是认妹妹当女帝，还是顾着自己的小命，他们心里头应该清楚怎么选。儿子，爹觉得你还是先担心担心你自己的小命吧。我现在就收拾你！你有多恨我，让我去当女帝！妹妹，女帝那是帝王啊，是个一年到头都困在皇宫那1亩3分地，天天不是看奏折，
就是处理破事儿的活儿，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干得比牛多。坐牢还有个出狱的日子，当皇上那是一辈子的无期徒刑。干好了是应该的，干不好就是个昏君。皇上竟这么惨！大哥，你放心，我会治好你的腿。等爹成了太子，登基之后，你就是板上钉钉的下一任太子。玉儿，为什么我觉得当储君也不是什么高兴的事儿？你见哪个牛马开开心心的去干活的？爹，您要是当了太子，以后登基了，一定要多当几年皇上。你可真是我的好大儿。唉，要不是不争那个位置，咱们就活不成了。其实，我觉得当个闲散王爷也挺好的。过几天我把药材准备好了，开始治腿。谢谢。大哥，其实你可以期盼一下，爹娘再给咱们生个弟弟。你别想了，与其你想着有个弟弟，还不如想着你生儿子来培养，到时候可以越过你，传位给他。爹，你所言甚是，娘年纪大了，生产确实危险，而且也不能保证一定生出来的是弟弟。倒是，你还真想自己不担这份责任？从小到大，我怎么教你的？爹，妹妹太黑了。那不挺好，至少不会被欺负。眼下这局，咱们一步步来，急不得。瑞王府这边咱们算是稳住了。眼下盯紧威远侯府内的动静就成。还在我跟前装！现在整个京城都知道你污蔑瑞王。这么多年，你故意放出瑞王痴缠你的谣言，人人都知道。我威远侯府有你这样一个爱慕虚荣、不知廉耻的侯夫人，赔了夫人又折兵，满盘皆输。我当初怎么就娶了你这么个祸害？侯爷，侯爷，妾身已经回过娘家，找了妾身的爹娘出面。靖文伯，你确定瑞王会出面澄清？肯定会，他很敬敬我爹。你也知道，你的名声毁了，侯府也得跟着败落。我心疼侯府，也心疼你啊。侯爷的难处，妾身都明白。疼了吧？我让丫鬟给你拿药擦一擦。让侯爷惦记了。侯爷，侯爷，靖文伯到了。是我爹娘来了吗？肯定是瑞王要出面澄清了。就算是瑞王出面，侯爷，妾身觉得咱们也不能轻易原谅，要让齐之游上门来给我认错。到底怎么回事？靖文伯夫妇被瑞王府的人给打出来了，而且什么？讲！瑞王府放了话，说瑞王是疼爱正妻，爱屋及乌，才肯关照侯夫人跟靖文伯。是侯夫人跟靖文伯想了庇护还不知足，反倒污蔑瑞王，这才被打出来的。这就是你说的，瑞王会出面澄清？侯爷，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有什么误会？你去跟全城的百姓说，你去跟那些勋贵世家的人一个个解释。
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瑞王是爱护正妻，爱屋及乌的关照你跟靖文伯，是你们不知好歹，享受了庇护不说，还要污蔑瑞王。侯爷，妾身也不知道，为何瑞王会如此。哭有什么用？侯爷，吴王派人来了。照侯爷这翻脸不认人的性子，骂名到头来全得扣在我头上，转头他还得给我一封休书，他托的感情，我这辈子就全完了。不行，我一定会扭转局面的。王爷，唐静柔那个性子，眼下吃了这么大的亏，妾身怕他不肯善罢甘休，回头还要生事。他不过就是吴王他们推出来的弃子。当年威远侯之所以会迎娶她，无非就是看到我对他的关照。威远侯以为我是痴迷唐静柔，殊不知我完全是把她当成亲人。咱们把他们当亲人，他们却把咱们当傻子耍，实在是可恶。以后我就当没他们这些家人。娘，这就对了，他们不配娘对他们那么好。以后有什么就直接跟我说，不用觉得我忙，不想给我添麻烦。你的事情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麻烦。孩子们还在，你胡说八道什么？我看他们也没意见。没有，绝对没有。爹娘感情越好，我们越开心。行了，吃你的饭吧，吃饭还堵不上你的嘴。娘，不用担心唐静柔，她有什么我们兄妹来处理就是了。她区区一个马前卒，不用爹来操心。爹需要对付的是吴王，这次那个位置势在必得。威远侯府这都多少天了，连句休妻的话都没传出来，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啊？你说这威远侯是有多稀罕那位侯夫人，赌上整个府的名声也要护着她。王爷，是齐平乐拦车求见。齐平乐，我大哥的养女，看在大哥的面子上，本王也得见一见。民女拜见王爷。何事找本王？王爷，求求你带我去见一见瑞王，我不想见，因为我害得威远侯夫人身败名裂，一切都是我的错，还请瑞王不要再针对收留我的侯夫人了。这不就是前阵子那位侯夫人的事儿吗？还有后续啊，有热闹，那得看看。陈安，你知道本王要来，好大的阵仗，这是心虚了。主要是被人泼脏水泼多了，提前准备一下。毕竟我爹娘担心我亲自打人手疼。郡主，我知道你恨我，但你也不能因为威远侯夫人收留了我，就这样诋毁她，坏她名声。你可知道女子名节高于一业？你这是想要侯夫人的命啊！瞧着怪可怜的，一个姑娘家名声要紧啊。王爷，你也是这么觉得？本王不知事情始末，不予评判。王爷这话说的可不对。王爷若是觉得齐平乐的话毫无道理，在他拦住王爷马车之时，王爷就应该昏斥他，而不是带着他来瑞王府对峙。如果王爷不是认同他的话，那王爷带他过来干什么？故意的来污蔑我爹。王爷，我的问题很难回答吗？这位王爷怎么不吭声了？本王见齐平乐怪可怜的，才跟过来瞧瞧，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一个鸠占鹊巢的假货被赶出去，这也叫可怜？王爷，你这是非官，很有问题啊！是非不分，可不配坐那把椅子。他们毕竟有14年相处的亲情。哦，原来王爷这么容易被儿女情长牵着走。哎，这话听着可不太对味儿。
优柔寡断的性子，搁旁人没什么，搁要争那位置的人身上，可就……就算是要赶他离开，也不至于把人往绝路上逼。王爷可真心善，还能设身处地，替亲了自家利益的人着想。妇人之仁，那是当皇上的头一档大忌。王爷不必急着答，我等得起。这位王爷对眼前的姑娘格外宽容，心糖软是软，可这心性，搁那个位置上，怕是镇不住。平乐，你这是干什么？你这个傻孩子！这么多年，姨母一直拿你当亲人，就算姨母被赶出了侯府，也断不会让你流落街头啊！这戏越来越不像样了。威远侯，亏本王指着你办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侯夫人的事儿，前阵子可闹得不轻，这又来了一出，今儿是有的瞧了。丫头，丫头！我的丫头啊！你个小人！当初你说过会让我家丫头吃好喝好，过富贵日子，现在你要把她赶出去，我不答应！哎呦，这里头怕是有事儿啊！侯门里的密信，今儿可叫咱们撞上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娘，你误会了。侯夫人没有要赶我出去。娘，你先回去，有什么事情，回头我再跟你说。我呸！谁胡说八道？当初要不是你说让我家丫头去享福，我才不会把我家丫头给你拿去调换的。调换？这是把孩子给换了。现在你说话不算话，你怎么能这样？你是侯夫人怎么了？侯夫人就可以不讲道理了？大家伙快来看啊！这里有人坑我们一家老实人啊，欺负人了，没法活了！我的命好苦啊！唐静柔，当年调换孩子，果然是你指使的。我没有，我怎么知道她怀的是个姑娘？是吗？那我倒要听听你这解释怎么编。你当时找了好几个快生的，谁生了丫头就报给你，也是我肚皮正气，正好是你要的时辰生的丫头。丫头啊，娘就是为了让你过好日子啊！你不知道，咱家的日子苦啊，真的养不活你呀！娘，你不要再胡说了，侯夫人并没有要赶我走。丫头，你别被骗了。他们这样的大户人家最是坏，他不赶你走，逼着你自己走，一样的。你闭嘴！你要害死我吗？唐静柔，你最好给我个解释，不然的话，混淆皇室血脉，这个掉脑袋的罪名你担不起。他胡说的。谁胡说了？我可是有证据的。这就是当初你给我的。随随便便的拿出来一根簪子，就说是我的？说，是谁让你来害我的？这事情还是直接禀明皇祖父吧，毕竟这不仅仅是一件偷换皇室子嗣的问题，说不定背后还有什么阴谋。我不相信一个侯夫人会因为嫉妒有胆子去偷换王爷的子嗣，这不是他自己掉脑袋的问题，而是他们全家都跑不了。杀头的死罪，就凭一个乡下老妇的胡言乱语，郡主你就信了？他有物证。哪里来的破簪子也能做物证？谁说这是破簪子？这是你当年带着
赏给我的，这上面有字儿，不信你们看，这上面有字的。这上面的字是惠，瑞王妃的闺名中可是有这个字的。原来是瑞王妃的簪子，原来这一切都是瑞王妃自导演故意来陷害我的。就算不是一母所出，但我们终究是姐妹啊！姐姐何至于要置我于死地？此事一定要禀明陛下。瑞王妃为了对付我，竟然不惜与人合谋，偷换自己亲生女，为人母，冷血无情。身为皇家妇，混淆皇室血脉，陷害朝廷大臣，岂能轻饶？要禀，那就去禀。我娘为何要换掉我？她就是嫉妒我，因为瑞王痴迷于我。他得不到自己夫君的心，他不惜用自己亲生女儿来陷害我。我是真没想到，姐姐为了坑害我，可以隐忍这么多年。姐姐怎么能如此糊涂？真是绝处逢生。你这套说辞留着进宫慢慢编。王爷，你怎么说？此事事关皇室子嗣，本王自然是没法评断，还是进宫请父皇定夺为好。簪子样式是倒是老旧，这是当年威远侯夫人给你的酬劳。娘，陛下问你话呢。陛下，我娘，你要说民妇。好，民妇。娘，你说这簪子的主人是让你换孩子的人？对，齐平乐，你这样误导可是没用的。唐静柔拿着这簪子给他，你扯什么簪子主人，在这儿跟我偷换概念呢？当年是他让你偷换孩子的吗？对，就是他。看，这样多清楚。姐姐如此恨我，为了让我死，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可以不顾，我认了。可姐姐，我夫君一家是无辜的，请你不要牵连他们。你无耻！这簪子到底是谁的？姐姐，你重要首饰上都有记号，你若是不承认，可以取你首饰对比一下。我也不想说实话，可你害的不是我一个人，我不得不如此。姐姐，还请你见谅。娘，你有这样的簪子吗？我怎么没见你戴过这种款式的？姐姐有的，当年这种款式京城很是抢手，那个时候谁要是先拿到这种款式的簪子，都能被人羡慕好久。不信的话，可以去问问其他人，让他们回忆回忆，姐姐是不是曾经戴过？抢手的，我娘就一定要有吗？我娘要是不喜欢这种款式呢？就算是姐姐不喜欢，也会有的。我们爹最是宠爱姐姐，有什么新奇的好东西，肯定是要给姐姐买回来的。陛下，记号可以作假，但是有没有戴过，别人总会有印象的。不如找人问一问。不用问了，这簪子确实是我的。不过，这簪子我就戴过一次，是我及笄那天。然后，这簪子就被你讨了过去。当年来参加我及笄礼的人，全都还在。侯夫人要是不信，大可把他们一个个请来，当面问。你胡说！父亲给我什么东西，你都要找我讨。他总教我是长姐，该让着你。
那些说是给我的好东西，从我手里过一遍，最后全落进你手里。你不是说这簪子能替你洗清？不是这样的。是不是他讨去的？让人去搜一搜不就得了？侯夫人如今出了嫁，娘当年那些东西都该在你的陪嫁里吧？娘，你还记得有哪几样值钱的？她舍不得扔，一直留着的。记得。皇祖父，去威远侯府找一找。皇祖父，站着好累。坐吧。谢皇祖父。瑞王能做，本王就不配吗？朕让你做了。父皇，这么多年，在父皇心里，是儿臣鲁莽了。真正的太子，只有瑞王是吧？父皇，里面的东西都对。唐静柔，你还有什么说的？不是的，陛下，这些东西臣妇多年没有查看，也许是什么人偷走了。这一切都是瑞王妃嫁祸给我。我母亲过世，父亲以你母亲跟我熟悉，照顾我为由，把她扶正。其实你一直是极恨我的，所以有什么好东西，你才会找各种由头要走。父亲有了你们母女，心里自然没有我的位置。他要一个好名声，对外营造对我格外宠爱的假象，实际上就是哄骗我。所有好东西全都落到你手里，外人却以为我得了多少偏宠。唐静柔，你真的以为我看不清你们耍的这些小把戏？姐姐，你怎么能这么想我？想爹，我真的是给你们脸了。以前我不说，那是因为我还小，没有能力反抗。我不说，并不代表我不知道你们的肮脏心思。我娘的东西，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全都抢走。你就是喜欢这种把我娘踩在脚下的感觉吧？毕竟以前你可是庶出，你这身份，就算你娘被反正了，也抹不掉。郡主，你在说什么？你们非要这么污蔑我吗？哼哼，魏远侯，你怎么看？陛下，臣有罪。侯爷，真的不是妾身做的，是……闭嘴！混淆皇室血脉，好大的胆子啊！先关起来吧，让朕想想怎么处置你们。罪臣谢主隆恩。不是的。退下吧。爹娘，二哥，救救我！救救我！当年我被你爹娘搓磨的时候，你说有人救我吗？可你不是已经回来了吗？还成了郡主。我女儿回来了，10多年受的苦，就可以当没发生过吗？齐平乐，你怎么能这么无耻？娘，不是的，我就是……你就是自私冷血。你去威远侯府，不就是觉得他们跟吴王有关系，可以继续保你荣华富贵吗？你闹这一场，不就是为了帮着威远侯他们？你害完我们，现在你哪来的脸求爹娘救你？不是的，二哥，我没有，我只是……别在这里加戏了，从一开始我就没把你放在眼里。
闺女，咱们走，娘养你。你懂什么？当初就不该让你这祸根活着回来。走，走。老四，你怎么说？是儿臣不察，被人利用。罢了，你回去吧。真是烂泥扶不上墙，混账东西！我的爹呀，你太惨了，谁都能欺负你啊！身在皇宫，现在还要被骂！闭嘴！你想干什么？我的爹呀！住口！你爹还好好的，不用你来耗丧。行了，你想要什么？我爹没做错，都被皇祖父骂了，那吴王是非不分，更该骂，不然不公平。你小子，不愧是你儿子。儿臣的孩子维护儿臣，乃是人之常情。好一个人之常情！都给朕出去！妹啊，你看我干什么？我看二哥好看。那当然了，你跟我走到哪里，都有姑娘家羞红了脸，偷偷的瞅我呢。来人，拟旨。吴王殿下，接旨吧。殿下，父皇这是何意？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妾身去看他们收拾东西。父皇啊，你可真是儿臣的好父皇。你的眼里就只有老大吗？不认可我，我偏要那个位置。到时候，父皇，你就能彻底的看清楚，谁才是适合的人选。回殿下，是真的。什么？父皇给瑞王府赏赐？是。父皇，你真是太偏心了。他们一个个的，怕是都要看我的笑话了。威远侯有靠山，德妃。主要是威远侯的儿子，如今他在边关，那边战事正急。他儿子打仗挺厉害，太子挺有本事的，支持他的人都不简单。而且魏老夫人也不是个善茬儿，她看似不管威远侯府的事情，其实她是支持的。娘说的是，她要是真看不上唐静柔，他们做的事儿早就阻止了，何至于等到现在？足够的利益摆在眼前，对错手段便都不值一提。吴王登基为帝，他们威远侯府也是跟着得利的。威远侯手中还有兵权，要直接处置他不容易。那就慢慢来，慢慢了来。爹，那咱们分工一下。如何分工？爹主要展示自己的能力，得到百姓的认可。娘呢，就继续让人知道我爹的仁慈宽厚。玉儿，你会觉得娘心机太重了吗？娘做的不都是最好的选择吗？没出阁那会儿，您隐着忍着护住自己，嫁进来之后又一直替我爹造势铺路。可我做那些事情，心里的想法并不纯粹。那又如何？百姓实实在在得了好处，娘也实在在帮了好些人。论心不论迹，论迹寒门无孝子；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玉儿说的对，这些年让你费心了。大哥，我会尽快让你康复，到那时候，咱们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至于二哥，你继续跟那些旁支庶出来往，
有机会就把那些跟吴王交好的世家子弟一个个取代了。啊？你以为你那点伪装，咱妹看不穿？不是，妹啊，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宫里头能养出单纯孩子？那样的，不是早该没了吗？那这下都分派完了，妹啊，你负责哪块？我打辅助，哪里需要就去哪里。我妹是个多面手。玉儿，那簪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娘，你不知道簪子的事情啊？这事儿不是你跟妹妹商量好的？不是啊，当然没有商量。若是商量了，当时娘的反应不真实，很容易被人看出来破绽。那你是怎么知道簪子的？跟娘聊天聊出来的。我只是随口说过，我有不少东西都被唐静柔给要走了。你倒是问过我是什么东西？那簪子真的是唐静柔给齐平乐亲娘的？当然不是，我不过就是去了一趟威远侯府，翻出来那个有代表的东西。等会儿，我有些乱。你怎么知道唐静柔把娘的东西压箱底，平时不用？还有齐平乐的亲娘，怎么就会听你的话？唐静柔抢娘的东西，为的是恶心娘，那些东西她自然不会用，她会抢过去之后，再让晋文伯给她买更好的。至于齐平乐亲娘那边，只要告诉她，唐静柔要把齐平乐给赶出去，她想让自己一家人继续过富贵日子，她自然知道拿着一个可以威胁唐静柔的东西要如何做。那万一其中出了什么差错，没有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呢？二哥，你不会以为我只有一套计划吧？更何况随机应变不是基本操作吗？行，是我多嘴了。对不起啊，妹，是二哥单纯了。朝中总会有中立的大臣吧？有，张阁老只重社稷不站队，吏部那几位向来是谁也不站。月儿，这些名字你慢慢记，记不全爹再讲一遍。爹，张阁老重社稷，那便是认理不认人，得给他个站得住的理。吏部那几位墙头草，得让他们看清风往哪边吹。你倒是比爹想的还快。爹放心，我回房把这盘棋摆一摆。后面怎么落子？明儿给您。这一回，谁也别想再从我手里把这家人总走。月儿，以前到底是过的什么日子？在那家人跟前装普通人，背地里还要一样样学这些东西，才多大的孩子？韬光养晦，他什么都没跟咱们抱怨过，这4个字是他一个人扛过来的。娘，您想想，咱们要是再晚几年把他找回来，依他那性子，过不了多久，自己也就从那齐家走了。到那时候，咱们怕是天涯海角，再寻不着他。幸好，咱们把妹妹找回来了。哥，现在再心疼也晚了，该受的苦他都受过了。往后，咱们好好护着他，谁也别想再动他一根头发。倒是那齐家一窝子，跟咱们妹妹竟是一个姓，我都嫌脏。我这就去把那一窝子连根断了。不用，哥，你要放过他们。应该有人会替咱们下手。你们干什么？就这么点东西，真是没用的东西。放开我！行了，别挣扎了。以前你那几个姐姐没一个逃出去的。
我还有姐姐。有啊，怎么没有？家里日子过不下去，他们就替家里换钱去了。你们把他们给卖了，你们还是人吗？老大，别照他脸，打伤了卖不出好价钱。爹，我知道了。年纪差不多，应该能卖得更高吧？肯定能，大户人家养出来的，水灵灵的，到那种地方最受欢迎。你们要把我卖到什么地方去？你叫什么？你娘的命都搭你身上了，把你发卖出去又怎么了？再说我们齐家的闺女都送去那地方。你们不是人！你是人，占着人家的位置享了这么多年福。那是我不知道，又不是我自己要被换的。你10岁那年，你亲娘就找上你了。你私下塞给她的首饰银子，我又不是不知道。你真当自己没错，怎么不去跟那王爷说？你是被报错的，没说，还不是舍不得那富贵日子？你放肆！哟，还放肆呢？哼，真把自己当王府的千金大小姐了？你个家伙！叫什么叫？爹，早点把他卖了，省心。走，别乱动，要不是你惹的事儿，咱们至于昨儿连夜跑出来，躲着破屋里？傻站着干什么？快走！杵着干嘛？还不快走！老大，外头有人！你们是什么人？要钱？我给，我都给。闺女，呸！别叫我！他们要把我卖去那种肮脏地方，一个都不肯放过我，给我杀了他们！你个不孝女！齐小姐，你这一家人都在这屋里了？没错，一个不留。是。该，想害我，活该！你们是威远侯府的人吧？是老夫人差你们来的，要我做什么尽管说。是要对付瑞王，对不对？瑞王一家害苦了我，我一定竭尽所能。齐小姐放心，还请姑娘上路。为什么？因为你没了，就是对付瑞王最好的办法。都妥了，点火。你们连尸首都不留，拿侯府的腰牌接我齐家的事，嫁祸瑞王府。原来我从头到尾不过是一枚扔了也不心疼的妻子。陛下，臣有事启奏。讲。今早，威远侯府的魏老夫人来投案自首了。哦，陛下，魏老夫人正在宫外候着。宣，魏远桥，罪妇拜见陛下。事情还没查清楚，老夫人倒先起投了案。罪妇若不知道也就罢了，可那凶案现场移着我威远侯府的腰牌，罪妇便不能装作不知道。更何况那葬身火海的还是齐平乐一家人，他是从我威远侯府离开的，这事儿总跟侯府脱不了干系。起来吧。谢陛下。此案查到什么了？回陛下，凶手是先杀的人，再放的火，火上还浇过油，
屋里的尸首烧得面目全非，有几具已经难分辨了。只从残留的迹象和面容还算完好的尸首推断，葬身的是齐平乐一家。现场的痕迹都被大火烧尽了，唯独门口留下半枚烧掉大半的威远侯府腰牌。如此看来，确实跟威远侯府关系很大。陛下，罪妇绝没有派人做过此事。可若是有人存心要我威远侯府满门遭这一劫，罪妇也可以成全。眼下跟威远侯府结怨最深的，除了瑞王一家，还能有谁？那齐平乐，可就是从瑞王府那场风波里翻出来的人。这把火烧得也忒巧了些。好戏才刚开场呢。投案、反咬，这一步步都是退。等翻供那天，这盆脏水连人带名，一并泼到你瑞王头上。陛下，陈安郡主求见。宣，皇祖父，怎的这么早进宫？可是有事？偏心，父皇到底还是偏心。听闻有人杀了齐平乐一家，我把杀人的凶手都给皇祖父带来了。凶手，他竟把人带进宫了，这怎么可能？魏老夫人，你是一点都不慌啊？老身慌什么？若真能找出那凶手，自然是再好不过。老身也想看看，到底是何人拿着我威远侯府的腰牌去杀的人。魏老夫人，你这话真是有意思。拿你威远侯府的腰牌去杀人的，可不就是你们威远侯府自己的人吗？郡主可有证据？要不咱们先把凶手带上来看看。皇祖父，你说呢？准。怎么会落到他手里？皇祖父，杀了齐平乐一家的就是他们几个，他们呢，则是威远侯府的侍卫。郡主，你休要胡说！哎，老夫人，你这是不打算认啊？威远侯府的侍卫，这满朝上下见过的人可不少，一张张脸摆在这儿，认得出去。老夫人，你想不认，怕是不成的哦。这几个是我侯府的侍卫，老身认。可单凭这一条，怎么就成了杀人凶手？郡主，你这样说可有证据？陛下面前可容不得空口诬告。我有证人啊，他们杀人的时候，有人亲眼所见。老身方才是失了态，郡主既说有证人，老身倒要先讨教几句。郡主所说的证人是谁？禁火杀人，此案动静不小，那人竟然亲眼目睹案发过程，为何不早报案？还是说那人也刚知道现场遗留了我威远侯府的腰牌，才迫不及待去找郡主你？可为何那证人不去衙门，不去我威远侯府，偏偏去找跟此案瞧着毫不相干的郡主？还是说是郡主你主动寻上这个证人的？可为何郡主要对一桩不相干的案子这般上心？句句在理呀，这几问的是真刁。威远侯府是吴王那边的人，瑞王自然拿他家先开刀。可这老夫人也不是吃素的。从前的瑞王还罢了，如今竟让个刚找回来的女儿出面，
这是没招了。一个乡下长大的村姑，能懂这朝堂里的弯弯绕？就算晓得是老夫人布的局，这反击也实在太嫩。瑞王怕是要输了，这一输，威远侯夫妇只怕也要放出来喽。姜还是老的辣，魏老夫人这一手厉害，被逼到这份上了，他怎么还笑得出来？这村姑是真不知死活吧？勾心斗角，明枪暗道，朕看了大半辈子，倒是这丫头要使什么招，朕猜不着。老身这几问桩桩在理，郡主若答得上来，便请一一与满殿大人说个明白。答不上来嘛，这栽赃嫁祸、杀人灭口的罪名，落在谁家头上，可就由不得郡主了。魏老夫人，你太激动了。不是老身激动，而是郡主疑问太多，让老身不解。老身这些问题，还请郡主一一解释，不然难以让人信服。不用一一解释，这么麻烦。老夫人看看那证人，你的所有问题便有答案了。好，烦请陛下宣证人入宫。张阁老，麻烦了。爹，您瞧瞧，还是咱家玉儿会玩。郡主，你这是何意？我的意思，就是老夫人想的那样。证人就是张阁老啊。老夫那日亲眼瞧见，殿上这几个人杀了齐家满门，放火之后又把威远侯府的腰牌扔到了门口。老夫只中陛下一人，从不掺和皇子的事，这话句句属实。爹，您看老夫人这脸色，输的是真彻底。老夫人脸都白了。杀人放火，栽赃借祸给当朝的王爷，威远侯府好大的威风！废除威远侯爵位，贬为庶民，一干人等押入天牢，等候发落。谁给威远侯府的胆子，竟敢陷害当朝王爷？父皇这话，哪是问威远侯府，是当着满朝的面敲打我撑腰。皇祖父，威远侯既已废了，他手里那点兵权也该拨给我爹，全当给瑞王府赔个不是吧？陛下，万万不可！此事关系着京城安危，岂能随意交给他人？怎的？你这话的意思是说我爹想弑君杀父，要拿着兵权造反不成？郡主言重了，臣绝无此意，臣只是说这位置至关重要。哦，我懂了，这位置至关重要，所以让吴王的表亲来担着就稳妥，换我爹这个正经皇子反倒没资格。原来吴王的外戚比皇子都可靠。陛下，臣绝无此意。瑞王，威远侯那摊子兵马，你要尽快接手，别给朕闹出乱子来。儿臣领旨，定不料父皇失望。我家玉儿三言两语，就把京畿这盘棋递到了我手上。爹，这桩补偿，您可还满意？满意。回头爹给你买汤。父皇，是儿臣的错。儿臣不知道威远侯府竟然会做出如此荒唐之举，是儿臣不察。
你全然不知？儿臣不知。陈安，你怎么看？皇祖父，我觉得呢，也许吴王说的是对的。他以前是在东宫，又怎么可能时时跟威远侯府联系？只要摘出去，就有的是法子再把人拉回来。要我看啊，就是有的人心大了。吴王当初当太子当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把我给偷换了？我被找回来之后，还弄这么多事情出来，他们什么意思？好端端的太子，威远侯府为何还要弄这么多事？这是要逼着尽早继位啊！王爷跟威远侯府走得那样近，他出了事儿，王爷头一个撇清。今日待威远侯府如此，明日待咱们又当如何？戚之玉，这个丫头留不得了。放心，皇祖父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罢了，既然此事与你无关，你也不用自责，起来吧。王爷，走吧。爹，今儿这朝可比戏台子还热闹。热闹是热闹，回头有人睡不着觉了。戚之玉，王爷，这儿是皇宫，您脸上别带出来，叫人看了要生事。本王知道。张阁老怎么就站到瑞王那边去了？张阁老一向不掺和夺嫡的事，依臣看是真叫他撞上了。张阁老，王爷倒是有个好女儿。是。郡主把老朽带去城外，王爷就没什么想说的。玉儿，怎么回事？张阁老，你这可就不讲诚信了。你是不是答应过我，只要我能缓住你夫人的病痛，你就跟我去个地方？阁老夫人的病太医治不了，我能给她缓一缓。当真？只要你能让她少受些苦，老夫什么都依你。那老朽也没想到，郡主是让我去看杀人现场。阁老，最开始你也没问啊。老朽信得过郡主的本事，分明有法子不叫人丧命，也一样把事办成。张阁老，难道你觉得那些人不该受这个报应？亲生女儿都卖去那种肮脏地方，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还有被我家养了整整10几年，转过头来为着那点好处就要踩我全家的白眼狼。他们走得那么痛快，已经是便宜他们了。王爷，郡主果然非同一般。本王也是觉得玉儿这孩子太过善良心软，本王时时担心，生怕她这性子将来要吃亏。王爷觉得郡主心软？玉儿的本事，神不知鬼不觉就能要了吴王的性命。可他为了江山稳固，为了不让社稷动荡不起战乱，偏要一步一步按规矩来。张阁老，你说本王这女儿还不算心软吗？好一个心软，能不动声色取人性命，倒成了菩萨心肠。老夫活了大半辈子，今日算是开了眼。老臣还有事，不耽误王爷跟郡主了，告辞。阁老请。哟，这是谁把咱们阁老气成这样了？说出来，朕这就把他抓起来，打他一顿板子。瑞王，陛下，您把他抓起来打吧。他？那闷葫芦一样的孩子，能怎么惹到你了？哼，当年的那个太子，
回来了啊！那小子到底干什么了？陛下，他这是用最体面的法子办最不要脸的事儿。陛下，您就一点都不担心？吴王占着太子的名分这么多年，朝里大半的臣子早就跟他捆在一根绳上了。这要真换了人，怕是要起不少纷争。吴王这太子当了多久了？确实，这么多年，吴王都没能把太子的位子坐稳，论能力，终究是不如瑞王。何止是不如，简直没法比。尽使些上不得台面的阴损手段，要紧的是，使了还半点不见效，真叫人看不上眼。这一仗，毁了一个威远侯府，夺了经营兵权，赢得漂亮。我倒要看看，在这绝对的劣势里，瑞王这一步一步要怎么翻盘。用最优雅的姿态做最不要脸的事，那个表里不一的太子又回来了。玉儿，你自己一个人闯张阁老家了，你这孩子万一被他们侍卫发现，伤到你可怎么办？娘，您多虑了，咱家侍卫都没发现妹妹半夜出门，我妹厉害着呢。玉儿再厉害也是个孩子，你们几个也是的，怎么不知道提前把张阁老家的布防图给玉儿备着？娘，我妹她也没给我们这个机会啊。那个娘，我插一句啊，玉儿，你说。区别对待。娘，张阁老家的布防图，咱家也有吗？哪只是张阁老家的，但凡是京城里头你说得上名的人家，咱家全都有。你也知道咱家这些年的处境，我不求咱家能走到什么位子，但自保的本事总归是要有的。爹，您是怎么好意思用这么委曲求全的神情跟语气说出这么丧心病狂的话来的？这也是逼不得已，实在没法子。杀伐果断，到底是做过太子的人，这一身温吞模样底下藏的是要血洗京城的底牌。看不出来，二哥平日里还挺忙的嘛。妹啊，你怎么一眼就看出来是我做的？满府上下也就你这位纨绔子弟才有那闲工夫，没事往人家府上溜达。爹跟大哥另有正事要忙，这种事儿只有你二哥最合适。好家伙，咱家上上下下是一个闲人都没有。我就是这么厉害。不过我终究妹妹你彪悍，你可是直接对着张阁老下了手的。我喜欢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魏老夫人不就是想栽赃嫁祸咱家吗？那我就找个绝对压得住场的证人，亲眼瞧见威远侯府的人做的事儿，这不就清清楚楚了？还跟他们扯什么证据，辩什么是非，多费劲。玉儿做得好，谁跟他们去扯皮？那个老东西使那么下作的手段来害咱家，还得是我儿厉害，把他的算计从源头就给掐灭了。那可不，我妹一出手，魏老夫人那盘棋还没摆开，就先输了一半。齐之玉瑞王，本王迟早要你们好看。威远侯府是本王的左膀右臂，说没就没了。这一刀砍得本王伤筋动骨。威远侯一出事，本王第一个就把他撇得干干净净，可底下那帮人都看着呢。今日是威远侯，明日呢？跟着本王的人，这会儿一个个心里都在打鼓，人心一旦动摇，光靠本王说两句软话是按不住的，得有个由头，让他们亲眼看看本王的手段。王爷，进。王爷，娘娘让人带来口信，长公主的小宴就要到日子了。知道了。
下去吧。本王怎么把长公主的小燕给忘了？那可是父皇的亲妹妹，年纪比本王大不了几岁，向来跟本王是一条心。小宴上请的都是京城的贵妇小姐，齐之音若在那满堂女伴面前栽个跟头，身败名裂，底下那帮动摇的人就该看清楚了。本王手里的底牌多着呢，区区一个齐之瑜，撬不动本王的根基。瑞王想跟本王斗，他没有半分胜算。备车，本王去王妃那儿一趟，有几句话得当面好好提点提点他。月儿，你看这个好看吗？这些全都送到瑞王府。郡主，您是说这些新品全都要了？对。来，咱们这是京城最大的铺子，这些新到的件件都是顶好的料子。这位郡主可真是好眼光。好嘞，小的现在就给郡主全都装好，稍后给您送到府上去。娘，咱们走吧。娘，哼，郡主真是好大的手主，你这样花钱，想过王府吗？轩儿见过王妃，这就是大哥拼了腿救下的那位未婚妻，每来探望一回，大哥的精神头便垮一截。郑明轩，我女儿如何花钱，还轮不到你来指责。王妃，我只不过是为瑞王府考虑，郡主如此花钱，可曾体谅过王爷王妃？笑话，本王妃给自己女儿花钱，那是天经地义，需要你在这里多管闲事？王妃，我是一片好意。郡主刚回来，肆意挥霍可不是个好习惯。若是王妃不管教，反倒纵容，这是害了她。郑明轩，你还没嫁给我大哥，就想管我瑞王府的钱财了？你惦记的够多的呀！郡主，我只是觉得你不该如此浪费。我堂堂郡主，买点首饰就浪费了？买可以，但是你一口气买这么多，实属没必要。哎呦呦，郑小姐，你管得够宽啊，还管人家买多买少，怎的？谁要花自己家的钱，还得先去找你报备一下，你同意了才行。你们啊，说你们呢。一会儿买东西，先跟郑小姐禀报一下，她同意了，你们才能买啊。郡主，你又何必曲解我的意思？你难道没看到刚刚你说全要之后，你母亲在发呆吗？她都没想到你会如此贪慕虚荣。我女儿是你能说的？我女儿跟我没有隔阂，直接让我买东西，我是开心的呆住了。我的孩子没在我身边长大，我怎么弥补都弥补不了我错过了他的成长时光。现在他肯跟我撒娇，肯花我的钱，我怎么能不开心的呆住？可不是嘛，孩子从小被抱走，好不容易找回来，恨不得把命都给他，花点银子算个什么？我好不容易有机会给我孩子买点东西，还要被你说嘴，你还要指责我的玉儿，你怎么能这么狠心？人家亲娘给闺女买点东西，碍着她什么了？还扯什么贪慕虚荣？这是哪儿跟哪儿啊？你不贪慕虚荣，你不贪慕虚荣，你来首饰铺子买什么首饰？玉儿，咱们走。遇到这种人，真是败兴晦气。哼，真不知道郑家是怎么教的。这人是我大哥的未婚妻。两家是有那个意思，
也换过信物，可还没来得及提亲，你大哥就出了事。从前瞧着他还挺好，谁知道竟是这么个东西。娘，你刚刚太厉害了。没什么厉害的，我是你娘，护着你是应该的。玉儿，咱们去看看衣服。这水红的衬你穿上准好看。添怎么不添？我闺女多少身都使得，水红、月白、鹅黄，各样裁2身。得嘞，这就给您送王府去。这绒花虽不金贵，胜在喜庆，簪上一只，瞧着鲜亮。女儿从前只挑顶用的东西戴，这种只图个好看的，倒是头一回。往后娘给你买好看的、顶用的，娘都给你买全了。都听娘的。娘，这一屋子都是今儿买的？可不就是今儿买的，一样一样都是你娘给你挑的，让丫鬟给你收拾。往后该穿什么，该带什么，他们都给你安排妥当，你只管美美的玩。娘，女儿从前在乡下，往身上戴的都得顶用，护得了自个儿。这种只图好看的，还是头一回留。往后不用顶用了，娘护着你，你就只管挑好看的留。那这一只我自个儿留着。娘买的我都收着，往后慢慢挑着戴。我竟买了这许多，从前可没这福气。郡主，世子来了。哟，大哥稀客。大哥这是？大哥找我有事儿？这可是稀罕事儿。我听说今儿郑小姐出言无素，我替她跟你赔个不是。那你倒是说说，今儿是怎么知道的？娘跟我说的，娘也想让我把这门婚约解了。娘的意思呢？那大哥是不想退？京城早知道咱们两家有婚约，何况我这条腿还是为救他才伤的。婚约要是解了，他往后的名声就毁了。大哥倒是挺替他着想。那我问大哥一句，你到底喜欢他什么？不畏强权，傲骨铮铮。只是我心里头总觉着哪儿不大对劲。能不觉着不对劲吗？大哥再想想，当年这门亲是谁先开的口？哪里违和？大哥心里其实有数。他那傲骨铮铮，不过是为了接近大哥使的幌子。大哥，你上当了。咱家全都中邪了。爹那样，我是看在眼里的。可若连我自己怎么半点没察觉？被蒙住的人，哪个察觉得到自己被蒙住了？大哥要是察觉得到，那才不叫被蒙。玉儿说的在理，这违和感我自己也早觉出来了。可他明明那样好，他是我命里认定的人，是我护着也心甘情愿的挚爱，怎么会是装的？当年我这条腿是为救他才伤的，他当时那般无助，我若眼睁睁看着，还算什么男人？你叫我说他是装的，我这心里怎么也过不去这道坎儿。救人是大哥的本分，这没错。可救了人，就得把一辈子搭进去吗？大哥，你护他，是因为他值得护，还是因为有个声音不许你不护？玉儿，我信你，
可我这心里偏偏有个声音，一个劲儿的说他是好的。你说我这是不是真中了什么邪？没事，大哥，这事儿不怪你，换了谁，现在里头都未必看得清。先把这个吃了，脑子空着才好想事儿。你小时候最爱抢我的枣泥糕。那会儿的事儿，大哥倒记得清楚。既然还没有提亲，咱们先观察观察。若是误会了，那更好。若是有什么不合适的，在提亲之前弄清楚，对谁都好。你说的是，提亲之前看清楚，省得日后两家都难看。就算当真有什么不妥，趁早弄明白，也比拖到成了亲再回强。大哥肯点这个头就够了，到时候是误会是真章，大哥自己一双眼睛瞧得明白，我只是陪你一道看着。有你陪着，我这心里倒踏实了些。娘，二哥可有喜欢的姑娘？还没有，你二哥那个名声不是太好，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那就好，那就好，至少二哥脑子是清楚的，眼下只把大哥那头的事理顺了就成。玉儿怎么想起来问这个了？因为我看大哥对郑明轩挺上心的，以前还觉得他是个好的，现在看来也是个拎不清的。哪日竟敢当着我的面对你这个亲妹妹说教？就算长嫂如母，那也得你大哥真把她娶进门了才轮得上。我这个亲娘还好端活着呢，她算哪门子的长嫂？轮得到她对我闺女指手画脚？你大哥也是，我说要毁了这婚约，他不同意。他说你的意思是再观察观察。娘，大哥毕竟是投入了感情的，咱们要是硬生生把他们俩拆开，大哥为了咱们家自然会答应。可是我不想他心里别扭。娘，你想，若是大哥心里觉得亏欠了郑明轩，日后他要是来求大哥办点什么事，大哥一愧疚，替他办了，这样的隐患，娘一日都不敢赌。娘也瞧出来了，郑明轩不是个好东西。咱们呢，就索性把他彻彻底底的揭穿，让大哥亲眼看清楚。到时候真分开了，大哥心里只会厌弃他，不会再愧疚。如此，往后也就再不会有那些个麻烦事了。还是玉儿你考虑的周到。情之一字，真是说不清道不明。娘，这位姑母的日子过得是真舒坦。先帝最小的女儿，自小宠到大，又招了个把她捧在手心里的驸马，这一辈子没遇过一件不顺心的事。那今儿怕是要让她遇上头一件了。见过长公主。免礼，坐吧。这就是陈安，倒是长得水灵，不像是受苦的模样。长公主觉得我应该是个什么模样？放肆！戚之玉，谁给你的胆子，敢这么跟本宫说话？殿下息怒。瑞王妃，陈安郡主，这就是你们的规矩。长公主，难道你不知道我可以见君不跪？怎的？你比陛下还要尊贵？你可以不跪，瑞王妃，你呢？长公主，你找茬想干什么？按理说你是我的姑奶，怎么也应该关心关心我才是。你倒好，一开口就来句我不像是受苦的模样。怎的？我受的苦多了，你看着才开心？自然不是。不是？那你那么问，是几个意思？还是说你想拐着弯儿引申一下，觉得我没吃苦，那齐平乐就不该被赶出去？他不被赶出去，唐景睿就不会收留他。
也就没有后面那一摊子事。难道不是？你别那么不懂事，不过是一桩小事，却生生惹出后头这么大的乱子。长公主，你要是觉得威远侯……哦，不对，他如今已经没了爵位，是个庶民了。你要是觉得魏家冤枉，大可以去找陛下喊冤，就说张阁老老眼昏花，看错了，才做了伪证。再说陛下糊涂了，处罚不公。你瞧他那张狂样，回了京就没消停过。可不是，今儿这场宴本就是请他来收一收性子的。咱们坐着瞧便是。郡主，长公主，他当真动手了！齐之玉，你住手！长公主，就你好大的胆子！这是本宫的府上，本宫叫你住手！你聋了不成？他话还没说完，正好，本郡主也懒得听他说完。好，好得很！瑞王府教出来的好女儿，到了本宫府上还敢撒野！来人，把齐之玉给本宫拿下！绝不能放他活着出这个门！他回京就没消停过，今儿可算有人要治一治他了。让他闹，闹得越大，瑞王府越脱不了干系。咱们坐着瞧便是。你们敢动我女儿一根头发！是血，他身上溅的是血！你竟敢动手！这是长公主的侍卫。你这是要做什么？齐之玉，你好大的胆子！来人，给本宫拿下他，取他性命，一个都别让他活着出去！也好，越是这样越好，看陛下还怎么保他。瑞王府这回被连累，瑞王还拿什么跟吴王争那个位子？玉儿，地方娘给你让出来了。拦不住，他一个人就把这些侍卫全……他一个都没留。还有谁要拦本郡主出这个门？